在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皮层实验室，这里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它正在玩毁灭战士。这里并没有玩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有一个玩家，他被关在了电脑里面。这是一个由活体大脑细胞运作的电脑，正在你面前玩毁灭战士。在未来的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里，你可能会看到越来越多这类突破。我们可能会局限于极度两极分化的反应。一方面，人们对我们正在走向的这个令人不安的活体实验室感到恐惧；另一方面，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让我们能理解并更深入探究我们自身的存在，让技术与生物学共存。但实际上，这个房间里发生的事情远远超出了这两个阵营的认知。一个培养皿里的脑子接上电脑，自己打起了游戏，这好像就是现实版本的科学怪人。但等我把这个新闻背景查了一遍之后，我发现这事儿不是科幻，是逼出来的。硅基人工智能正面临一个尴尬的死胡同：能源。你以为人工智能是魔法，其实人工智能是电老虎。美国目前在建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项目总价值约2.4万亿美元。这些数据中心吞噬电力的速度，可能让全美用电量在几年内翻一番。据美国能源部预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能耗到2028年可能增长到现在的3倍。特朗普今年1月搞了个星际之门计划，4-5千亿美元砸进去搞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但钱能解决的事不叫事，电不是花钱就能变出来的。他不会以为哪个国家都是工业克苏鲁吧？欧美这帮人天天喊算力就是新石油，听着挺唬人，但你仔细想想，石油好歹能从地底下抽出来，算力是拿煤和天然气烧出来的。美国人搞人工智能的思路，本质上就是烧更多的油，发更多的电，堆更多的显卡，把地球烤热了算完，效率低不怕，暴力补。一个诺贝尔奖级别的脑瓜子里想出来的最优解就是堆规模。说白了，美国人这套路跟当年冷战搞核军备竞赛一个思路，谁的船多谁赢。问题是，这回的对手不是苏联，是物理定律，你不可能无限的堆电。更扎心的对比来了，训练一个大型语言模型，耗电量动辄几千兆瓦时，够一个小城市用1整年。单一个数据中心的冷却系统吃掉的电，就相当于整个加利福尼亚州的用电量。你没听错，光是给芯片散热就要烧掉一个州的电。这不是我编的，这是卡内基梅隆大学2025年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数据。而你头顶上那个3磅重的果冻状器官功耗多少？20瓦一个灯泡。你用20瓦的功率读书、写字、做梦、吵架，记住30年前某个夏天的蝉鸣，还能顺手调节心跳和呼吸。整个可观测宇宙里，论单位能耗的信息处理效率，人脑大概是冠军。860亿个神经元，100万亿个突触，连接20瓦。你拿世界上最先进的超级计算机去模拟，1秒钟的运算量，人脑用20瓦就搞定了。超级计算机要吃掉1兆瓦，差了5万倍。说真的，当我算完这笔账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们是不是搞错了方向？硅基计算从1946年走到今天80年了，频率从几兆赫蹿到几吉赫，晶体管从几百个堆到几百亿个。
但计算效率跟大脑比差了几万倍。80年的技术迭代，连人脑的零头都摸不到，这说明什么？说明硅基这条路可能天然有个天花板，不是靠堆规模就能突破的。所以问题来了，与其拼命堆显卡、建电厂、把地球烤热，为什么不直接抄作业？宇宙花了800万年优化出来的计算平台，就装在你脑子里，你不研究它，反而去烧煤跑显卡，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这就是生物计算的起点，不是模仿大脑，是直接用大脑的零件。但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总不能把人的脑袋打开，舀一勺神经元出来接上电脑吧？那就不是科学实验了，那是刑事犯罪。关键转折发生在2008年，英国雷丁大学的凯文·沃维克团队做了一件疯狂的事。沃维克这个人本身就是个疯子，他往自己胳膊里植入过射频芯片，用来开门开灯，还往手腕神经里插过100个电极阵列，就为了用意念控制另一个大陆的机械臂。他的学生往指尖里嵌磁铁，还有人在舌头上装电极。这群人的画风基本上就是现实版的赛博朋克。沃维克团队从大鼠脑子里取出大约30万个神经元，放在一个培养皿里保持存活，然后用电极阵列把这些神经元连到一个机器人身上。机器人叫戈登。戈登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电脑，他的大脑就是那一锅鼠脑细胞。结果呢，那些神经元开始自发地建立连接，形成网络，然后开始学习。当机器人的传感器检测到障碍物时，信号被转成电脉冲传给神经元，神经元的反应再被转回来控制机器人。戈登能避障了，虽然动作歪歪扭扭的，像喝醉了，但说实话，这个实验的局限性很大。首先，那只是一层平铺在电极上的细胞，2维的跟真正的大脑结构差了108000里。其次，你很难判断戈登到底是在学习，还是只是对电刺激的随机反应。就像你往水里扔块石头，水会起波纹，但你不能说水在思考。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实验最大的贡献不是技术本身，而是证明了一个概念：活体神经元可以跟机器对接，可以接收信号，可以做出反应。种子种下了，真正让这条线从杂耍变成科学的是2项技术突破。第一项，诱导多能干细胞技术。2006年，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发现，普通的皮肤细胞只要往里面塞4个基因，就能被逆转回到干细胞状态。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皮肤细胞本来已经定型了，只能当皮肤用，但经过处理之后，它变回了婴儿状态，可以变成任何类型的细胞，包括神经元。这项工作拿了201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你想想这事儿有多狠！以前要研究人脑神经元，要么从死者身上取，要么用动物代替。现在呢，你胳膊上搓下来一点皮，逆转成干细胞，再诱导成神经元。你自己的皮肤变成你自己的脑细胞，在培养皿里活着。这已经不是科幻了，这有点哲学恐怖了。这个突破太关键了，它意味着科学家不再需要从活体大脑里取细胞，用你胳膊上的一小块皮肤就能培养出人类神经元。伦理障碍直接绕过去了，而且可以标准化、量产化。
你要100万个神经元，培养要1000万个也行。有意思的是，这项技术现在中日两国跑得最快。日本今年刚批准了全球第1款诱导多能干细胞来源的帕金森病药物上市，单人定价约238万人民币，纳进了医保。中国的上海团队也在癫痫领域实现了中美双批，是全球首个进入临床阶段的同类药物。亚洲在这个赛道上已经把北美甩在身后了。西方媒体的傲慢一如既往，他们觉得干细胞技术是他们的主场，结果一看专利数和临床进度榜，发现前几名全是亚洲面孔。欧美那帮人有个毛病，觉得自己的路是唯一的路，别人的路都不算数。结果别人跑过去了，他们还在原地讨论该不该起跑。第二项突破是从2维到3维的飞跃。早期的神经元培养是平铺在培养皿表面的，像摊煎饼，但真正的大脑是立体的，神经元在3维空间里形成复杂的连接。你把1亿个神经元平铺成一层薄膜，和让它们在3维空间里自由生长，出来的网络复杂度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就像把1万个人排成一排，站在操场上，和让他们在一栋大楼里自由走动，能形成的社交网络天差地别。于是科学家搞出了类脑器官，简单说就是把干细胞放在一个可以自组装的3维培养环境里，让它们自己长。你猜怎么着？那些细胞不客气，自己组织成了类似胚胎期大脑的结构，有分层，有分区，甚至有类似皮质的折叠。有些类脑器官长到了3-4毫米，在里面甚至能检测到类似睡眠节律的电活动模式。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的时候，后背发凉。3-4毫米的细胞团自己长出了分层结构，自己产生了节律性电活动。这跟胚胎发育早期的大脑有什么区别？说实话，区别可能只在于规模。从摊煎饼到长出3维结构，这一步跨过去，生物计算才算有了真正的硬件基础。好，背景有了，零件有了，现在进入真正让人头皮发麻的部分。这些神经元到底是怎么学会打游戏的？2022年12月，澳大利亚一家叫皮层实验室的公司，在顶级期刊《神经元》上发了篇论文，标题大意是：体外培养的神经元在模拟游戏世界中学习，并展现出感知能力。这个实验有个更响亮的名字——盘中脑。他们把大约80万个人类和小鼠的神经元接种在一个带有微电极阵列的芯片上，芯片就是硅基的，上面密密麻麻布了几千个电极，既能读取神经元的电信号，也能向神经元发送电信号。然后他们把这个盘中脑接上了一个经典的乒乓球游戏，叫旁。你肯定玩过或者见过这个游戏，两边各一个挡板，中间一个球弹来弹去，极其简单。但问题来了，你没法跟一个培养皿说，哥们儿往左移。你怎么训练一团细胞去玩一个游戏？这里有个极其精妙的设计，你不能喂神经元吃饭，也不能给它打分，但他们利用了一个神经科学的基本原理。神经元讨厌混乱，这背后有个理论叫自由能量原理，是英国神经科学家卡尔·弗里斯顿提出的，被认为是近年来神经科学最重要的理论框架之一。简单说就是，
任何自组织系统都倾向于最小化意外，也就是让事情变得可预测。你的大脑每时每刻都在做的事，就是预测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如果预测对了，舒服；如果预测错了，就调整模型。你学骑自行车摔了一跤，大脑的预测失败了，它就调整运动指令，下次就不摔了。这就是学习的本质。放到神经元身上就是，如果神经元接收到的信号是混乱的、不可预测的，他们会不舒服，然后用改变自身连接的方式来减少这种混乱。这不是比喻，是细胞层面的突触可塑性在起作用。突触是神经元之间传递信号的接头，用得多就加强，不用的就弱化。这跟人脑的学习机制本质上是同一回事。盘中脑的机制是这样的：当神经元控制挡板成功接住了球，系统就给它一个有规律的、可预测的电信号作为奖励。神经元觉得，这个世界说得通，挺好的。而当挡板没接住球的时候，系统就给它一通混乱的、随机的电信号作为惩罚。神经元觉得这什么鬼，太难受了，我得调整一下。就靠这种给可预测信号就舒服，给随机信号就难受的机制，神经元居然真的学会了打乒乓球。5分钟入门，传统人工智能要90分钟。说真的，当我看到5分钟和90分钟这个对比的时候，愣了3秒。一个没有任何预设程序的细胞团，学的比跑在显卡上的算法还快。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800万年的进化给神经元预装了一套极其高效的学习底层代码。硅基人工智能从零开始构建学习算法，而生物神经元一上手就有，因为它们继承了进化的遗产。这就像你让一个婴儿和一个刚出厂的机器人学走路，婴儿可能摔几跤就会了，机器人得调试几万行代码，先天差距就在那里。但别急着惊为天人，盘中脑的乒乓球打得并不好，击中的球只比漏掉的多那么一点，大概就是你奶奶打乒乓球的水平。真正让这件事了不起的，不是技术水平，而是方向。一团没有任何编程的细胞，居然能从零开始学会一个目标导向的行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生物系统天生就具备学习的能力，不需要你写算法，不需要你标数据，不需要你建模型，你给它一个环境和一套反馈机制，它自己就学了。然后2025年3月，皮层实验室在巴塞罗那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发布了下一代产品，叫皮层1号。这是全球第一台商用生物计算机。皮层1号的核心还是那块芯片，上面培养着约80万个人类神经元，全部由干细胞分化而来，不需要任何动物来源的细胞。它被装在一个密封箱体里，有温控、气体循环、电磁屏蔽，保证神经元长期存活，一台能跑半年。售价大约35000美元，一个30台机架的集群功耗才850到1000瓦。对比一下，训练一个大语言模型的数据中心功耗动辄几十兆瓦，30台皮层1号1000瓦，你品品这个能耗差距。美国人花几千亿美元建数据中心，澳大利亚人花几万美元在箱子里养细胞，结果后者学习的速度比前者快18倍。这个对比不是我在挤兑谁，这是实验数据。皮层1号支持派森编程，
研究人员可以通过云端远程接入，他们管这叫施建及服务。这个词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笑了半天。硬件、软件、施建、人体器官租赁服务、赛博朋克2077都不敢这么编。但我要说清楚一个关键点，皮层1号现在玩的还是乒乓球这个级别的简单游戏，不是毁灭战士那种第一人称射击。网上有些说法说，皮层1号已经学会了打毁灭战士，那个查不到任何可靠来源，别信。从乒乓球到毁灭战士之间隔着的不只是技术升级，还有神经元数量和连接复杂度的指数级跳跃，但方向是对的。如果未来能扩大神经元规模，更复杂的任务不是不可能。还有一点要说明白，皮层1号不是一个独立的脑子在独立思考，它是一个碳硅协同系统。硅基部分负责把游戏画面翻译成电信号，喂给神经元，神经元做出反应，硅基部分再评判反应的好坏，给出对应的电信号反馈。真正的计算，也就是学习和适应的部分，是神经元干的，但翻译和评判的部分是传统硅基在干，两者缺一不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组合，硅基部分是眼睛和耳朵，负责看世界和告诉神经元做对了没有。神经元是大脑，负责想怎么办。当然，这个大脑现在还极其初级，80万个神经元，差不多一只蟑螂的水平。但你想想，第一台计算机叫埃尼亚克，也是蟑螂级别的，它占了一整个房间，重30吨，算力还不如你口袋里的手机。谁敢说皮层1号不会是下一个埃尼亚克？好了，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一团活的人脑细胞被关在芯片上，不停接收电信号，永远在打一个他没选过的游戏。这到底有没有问题？这就要碰到整个领域最硬的那块骨头了，意识。先说一个被玩坏的词，感知。2022年那篇盘中脑论文的原文标题里有个词叫感知，被很多媒体翻译成意识，但科学界说的感知和大众理解的意识是两码事。感知的意思是一个系统能感知到外部刺激并做出反应，你家那个声控灯也算有感知。但意识说的是主观体验，是你觉得疼、觉得开心、觉得自己活着的那种东西。盘中脑有感知吗？有。从定义上说，它接收刺激，做出反应，调整行为，符合感知的标准。但说它有意识，这就跟说一个恒温器有意识一样荒谬。可是问题在于，你无法证明它没有。2023年，神经伦理学期刊发表了一篇专门讨论类脑器官道德地位的论文，提出了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问题：如果我们继续扩大神经元的规模，从80万到800万到8000万，当这个网络复杂到某个临界点的时候，主观意识会不会突然涌现出来？涌现这个词在复杂系统研究里是个正经概念。一只蚂蚁没有智慧，蚁群会打仗、种地、搞农业。一个水分子不湿，1亿个水分子就湿了。一个神经元没有意识，860亿个神经元组成的网络就有了你。湿这种性质不是任何一个水分子拥有的，它是大量水分子聚集后涌现出来的。意识可能也是这样。问题是，
这个涌现的临界点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完全不知道。这就是最让人不安的地方。科学在这个问题上碰到了天花板。意识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台仪器能测量。你说你自己有意识，我相信你，但我没法证明。你说一团神经元没有意识，我也没法反驳。这不是技术不够的问题，是哲学和科学交界处的一个深渊。2025年，自然神经科学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直接把著名的整合信息理论标记为伪科学，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风暴。连最权威的意识理论都站不住脚，你让那些对着培养皿做实验的人怎么安心？假设，我是说假设，有一天我们扩大了神经元规模，到达了某个临界点，那团细胞真的醒了，哪怕是最微弱的、最原始的主观体验，它在一片漆黑的培养皿里感受到电信号带来的，我不知道该叫什么，也许是痛苦，然后我们把它永远关在那个循环里，逼它打游戏打100年。你会说，那不就是细胞吗？有什么好心疼的？但我想提醒你，你自己也不过是一堆细胞，你的意识从何而来，科学至今说不清。如果意识真的只是神经元数量和连接复杂度到了某个临界点后自然涌现的产物，那我们对着一团活的人脑细胞做电击实验，到底算不算虐待？这事儿现在没有答案。皮层实验室自己也很谨慎，他们声明说，需要获得多项监管部门批准，包括卫生机构、生物伦理委员会和政府组织。但说白了，这些监管框架是为现在的80万神经元设计的。等到800万、8000万的时候，现有框架还够不够用，没人知道。当然，我不想把这事写得太暗。生物计算的光明面也是实打实的，超过90%的神经疾病药物在临床试验中失败，主要因为动物实验和细胞实验无法真正模拟人脑的复杂性。你拿老鼠测出来的药效，跟在人身上的效果经常是两码事。皮层1号用的是人类神经元，可以直接在上面测试药物对人类神经网络的影响，这是活体动物实验永远做不到的精度。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症的药物研发，可能因此少走10年的弯路。每年全球有几百万人死于神经退行性疾病，10年时间值多少条命，你自己算。而且从更根本的角度说，这个方向的意义不只是造一种新计算机，它是在用实验的方式追问一个存在了几千年的问题：意识到底是什么？宇宙花了将近140亿年，才在某颗蓝色星球的表面用碳、氢、氧、氮这些最常见的元素拼出了能够感知自己存在的东西。这件事在概率上小到几乎不可能，但它发生了。而现在，人类正在实验室里用皮肤细胞逆转来的神经元、硅芯片和电极尝试手动拼接这个过程。我们不是在创造意识，我们是在复制意识产生的条件，然后看它会不会自己来。我第一次想到这一层的时候，说不出来是什么感觉，不是害怕，也不完全是敬畏，更像是站在一个很深的悬崖边往下看。你知道下面有东西，但你看不到底。也许生物计算给我们的最终答案，不是下一代计算机是什么样子，而是一个关于我们究竟是谁，
为什么能感受到自己活着的回答。也许那个回答藏在神经元的连接模式里，藏在电脉冲的节奏里，藏在我们还无法测量的某个涌现的瞬间里，谁知道呢？但在答案出现之前，我建议你对培养皿里那团细胞保持一点敬畏，毕竟你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想，也许什么都想了。晚安。